大家好，不说话就是淑女，一说话就是250的苏芒。最近和650块钱捆绑在了一块儿，因为他感觉自己上个节目受委屈了，因为他吃的不好、不爽、不开心。要知道，他用过的餐盘都是2万块钱一个的爱马仕餐盘，节目组一天650块钱的用餐费，还不如让他直接去吃盘子，感觉会更爽。另外一边厢，比他更凡尔赛的是戚薇。戚薇说过，他的一瓶香水就能换北京的一套别墅。请注意，不是2环公寓，而是单门独户的洋房别墅。于是乎，貌似落入了戚薇鄙视链的张雨绮，赶紧表态说，1克拉以下的都是碎钻。陈伟霆也不甘示弱，表示自己的一双鞋买便宜了，才80万。刚说要离婚的大 S， 于是跟风说1万块钱以下的衣服都是便宜货。而那个手头有点紧的李小璐也谦虚地说，自己的一个包也就100多万而已。同为80小花的唐嫣感觉自己8个总价值560万元的爱马仕包包也是够用了。甚至那个被舆论误导的李湘还着急忙慌地辟谣说，他家1个月的伙食费真的没到7万，只不过1个月的生活费合共65万而已。总体来说，范冰冰当年一天餐饮费1500元以及随行200元的行业标准，现在早就过时了。现在的大小明星们没有2000块钱一天的用餐标准，似乎都懒得出门了。赶趟的周立波为了更好的诠释咖啡与大蒜的不同，更在一次访谈中透露了自己独家的养生秘诀，也就是8点半起床，先吃3根虫草，然后10点半再来上1根海参，就妥妥的达到了明星们的用餐标准了。即便他拒绝那些大鱼大肉做辅食。总之，喜欢比较和鄙视的娱乐圈红人们，个个都感觉如果不用鱼翅漱口，便无法彰显身份。有意思的是，去年男神胡歌随手张贴的一张光盘的照片，如图可见，他不仅把玉米啃得相当的干净，甚至于连南瓜皮都一起消化了，可见他的饮食也是相当的养生和健康。只不过看着这些胡歌吃的东西，相信不少人都会没有胃口。玉米、红薯、南瓜这些粗粮淡饭，再配上一盘卖相不佳的水煮虾，真的是太过清淡寡口了。对比这个粗茶淡饭的胡歌，赵丽颖也是娱乐圈异类一样的存在和清流。她最贵的一款包包就是价值1万4的小猪包。要知道，同一个娱乐圈中，那个最诡异、最没有存在感的绿叶演员，也就是那个鄙视 LV 只用爱马仕的烂片女王景甜，最便宜的爱马仕包包都是12万起。没有爱马仕的赵丽颖拎着个不到人家1/10的廉价包包，而且一用就是4、5年，让人也是醉了。苦孩子出身的赵丽颖仿佛一直都生活在现实当中，对于品牌真的很不感冒也不讲究。除了出席活动有造型要求或者有服装支持之外，她平时穿的跟邻家的女孩没两样，随便到不行。那么是她买不起吗？地球人都知道，她完全可以想买多少爱马仕就买多少爱马仕，谁也管不着。然而拼命3娘的名声不是虚的，她一年到头365天，几乎天天都要在片场拍戏工作，强度之大超乎外人的想象。这也让他在工作之余根本没有时间去进入那个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鄙视链，去参与奢侈品的狂欢和另类的竞争。如无意外，这个来自于小地方的淳朴姑娘，最大的一笔开销应该就是过百万的替家乡修路的那一笔。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从人类动机的角度提出过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强调说，人的动机是由人的需求决定的。从这张图表中就能看出，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也就是包括吃喝在内的生理的需求，处在人类需求的最底层，也就是最初级、最简单、最不需要动脑子的原始的需求。反之，
如果把理想和道德放在第一位的需求，则属于最顶层的第5层的自我实现的完美需求。由此可见，很明显，那些把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当成了人生最高目标的明星大腕们，在坐拥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巨量资源和财富之后，依旧留恋于那些最初级最无脑的原始需求当中去了，而且越来越食不厌精，互相攀比了。这些沉沦于物欲的人通常都会上瘾，无法自拔，他们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进步，更不肯做一些更有意义、更加精彩、正面积极、奉献社会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肠胃，只有牌子，只有糜烂，也只剩下黄金和钻石了。他们的眼里没有人文，没有关怀，没有家乡，更没有社会的责任和道德的担当。当爱吃粗粮的胡歌悄悄地向武汉市儿童医院捐献了100台医用空气消毒机的时候，当省吃俭用的赵丽颖捐赠完价值70万的救护车队后就悄悄返回剧组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想得到，他们其实也完全有本事，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嗨。然而他们的心中只有马斯洛需求所提到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最高层次的第5个追求。而这种追求实际上早已经远离了大多数帅哥美女毕生都在追求的金银珠宝、山珍海味的物欲需求。说实在的，我们的社会完全不需要先富起来的明星们炫耀各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和动辄成千上万的富贵饮食，我们只需要胡歌、赵丽颖这样的为梦想而努力、为社会而发光的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时代人物。或许他们无法感动那些为黑而黑的造假号、造谣号，但至少我们可以为他们点赞，为他们加油，甚至为他们传递那些激励人生、影响社会的无穷的正能量。如果您赞同我的说法，欢迎您继续点赞、订阅和支持。如果您有更多的感动，可以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也欢迎您转发本视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正能量的洪流当中去。因为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希望可以燃点希望，您说对不？如果您已经点赞，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如果您已经评论，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因为评论每个字，字字是支持。